在马来西亚，为什么健身房倒闭的这么多？因为不赚钱。没有错，健身房是很难赚钱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为什么很少有那种大的资方会来投资健身房，就是因为健身房高成本加上低利润，很多时候你不要讲赚钱，回本都是一个问题。那我在健身行业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曾经也有计划过要开自己的这个健身房。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是多少有点了解。今天我直接算给你们看一下。那我们先大概来算一下初始成本哦。那器材至少都要300到800千，装潢差不多200到500千。我们省一点啊，取中间值偏下。我们的器材的话，就差不多会需要用到400千，那装潢就差不多是300千左右。那你前期你还会需要有 cover 租金、license、做 pre-sales marketing， 还有备用资金这些，这样子加加买就差不多需要一个800千左右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算一下啦，多久才可以回本？在算多久回本之前，我们需要先算出每个月你的成本大概会落在多少。那人工这边，我们讲销售、教练、管理层、marketing、清洁工还有团课老师这些算起来的话，差不多是在40千，甚至是更多的。那租金健身房是很次地点的哦，肯定不会便宜到哪里去。一个月差不多是在9000块左右。那你的水电加上网络，你们都懂啊，马来西亚这种天气，你要吸引人流的话啦，你应该要有冷气的，而且你营业时间又这样长，一个月6000至少是跑不掉的。那器材还有场地的 service， 如果你买那种1年啊，然后每3个月他们来帮你 service 一次的那种 package 的话啦，出到来一个月差不多是300左右。当然300这个数字其实是很低的，可能还会再更高。那 marketing， 你的 Facebook、IG 这边你一定要砸广告了吗？你要吸引人流吗？对不对？2000到4000左右的 budget 一个月，然后我们就算一个3000块啦。这些我们全部加总起来，一个月的成本差不多就是在58300块左右。OK， 成本算完了，我们来算收入。健身房收入的这个来源相对是比较少的，分为 membership、PT， 还有你可能卖一些 merchandise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东西。可是那些是真的是属于很小部分啊，最主要的就是 membership 还有 PT。我们先来看 membership 哦，一个月一间健身房平均可以收一个30到50个会员的这个加入，我们一样取中间值，我们取一个40就好哦。也就是讲，一年下来你会累积差不多480位的这个会员。那假设你一个月月费你收取180块的话，我这边直接列了一个表哦，我放在这边给你们看，从第1个月到第12个月的这个会员收入，这里显示的是每一个月的指数成长都已经有包括在里面了。那总和我们拿来除一个12，每个月就可以收取差不多46800块，从 membership 这边。那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下 PT 这边我们可以拿到多少哦。我上面的人工是按照2名教练去计算的。那平均1名教练一个月可以卖150堂课，那一堂课卖150块钱的话，那这样子一个月平均下来的 PT 收入就是45000块钱。当然了，还有其他方面我刚才也有讲嘛，其他方面呢，你可能还有卖一些像 merchandise 啊、一些饮料啊，还有一些合作商品这一些的。可是这些其实真的不会算很多的，你拿到的不会很多，很小一个部分啊。不过我也照样算进去了，每个月可能你可以从那边得到一个500块左右啦。那3个总和加起来，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就是92300块。那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算得出来哦 ，profit 一个月差不多就是在34000左右。那我们拿一个800千来除34000，也就是讲，如果你要回本的话，就是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那当然，那个是保持我前面讲的数据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的 membership 还有 PT 这边的营业额有上升的话，你回本肯定可以更快。那健身房平均的这个回本周期就是落在2年到3年左右。可是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为接下来第2年你会面临到非常多的这个问题。第2年，如果你的大部分会员不继续 renew 哦，你的这个现金流要怎么办？器材它是一个损耗品，你用久了问题是不是更多？你 service 是不是要做到更多？甚至要考虑换器材。那人才这么短缺，你的薪资是不是一定要起才可以保留得住他们？通货膨胀又这样严重，租金、税务、银行利息它都是一直在起的，你的成本不是一成不变，它只上不下，这些是很多人会忽略而且不会去考虑到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竞争性越来越激烈哦，外国的品牌开始进来抢占这个市场，然后小型的健身房他们开始丢价格，
求生存，甚至是 freelancer 还有 studio 开始崛起。很多健身房老板是很看不起这些，可是你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竞争性真的是很强。我遇到太多 gym bro 就是那种我爱健身，所以我就可以开健身房的这种 mindset。那作为在健身行业深耕过的人，我真的奉劝一句。健身和健身房它只差一个字，可是不代表你都可以同时做得好啊，它是不同的 skill 来的。开健身房是 business，你就必须要懂得管理、系统、销售、营销、服务、客户、培训，还有太多的东西了。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老板这一群人的，尤其是健身房老板。你们看那个起始资金就懂了，除非是开工厂的，不然的话应该很少有实体店，他们的起始资金是需要到这么庞大的，这个真的是要很有魄力还有勇气。今天我讲了这么多，我绝对不是要唱衰健身房这个行业啊，而是相反啊，我是因为 One Fit 的这个事件才有感而发的。毕竟健身房好，那顾客的权益不受损，让资方才有更多的信心会投入进来嘛，对不对？这样子才会带来更多正面的这个反馈啊，让这块蛋糕的体量提升，而且可以容纳更多的这个机会。那健身房当然赚钱难，可是它绝对不是不可能的。我观察到的趋势是啊，如果在没有大资本的这个帮助下的话，你要 profit， 你一定要找好你要服务的客户，还有你自己健身房的定位在哪里。像是你的健身房主打 premium， 服务高端这个客户，久而久之，你的这个 branding 做起来啊，影响力变大了之后，你的这个健身房还会因为高端客户的聚集而形成一个商业圈这个样子啊。这个看我前东家就知道了。那还有针对老人客群，主打功能性生存，建立康复训练系统，开一家瑜伽馆，以 studio 的形式再来结合其他受欢迎的团课。聚集女性消费群，然后去产生这个强大的消费向心力。招募功能性训练教练团，专门去训练运动员还有代表队。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小小观察还有看法啦。那如果你是想要开健身房呢，希望这期视频可以让你看清一些东西。那如果看了之后你还是决定要开健身房， Go ahead， 我一定去你的 gym support 搞搞。最后我想讲，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佩服我自己啊。